穿越后，我成了村里受人供奉的真神，但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，只因自己10多年来没有收到过一点香火，导致本体神像出现了一道裂缝，而这山村更是充满妖魔邪祟。自己的信徒，我有一个刘老太婆。就在我绝望之际，外面传来了一阵脚步声，有人来了。我转头看去，发现一对年轻夫妇搀着一个老太太，迈过门槛，缓缓走进庙里。正是刘全夫妇和自己唯一的信徒刘老太婆，该不会是来上香的吧？我连忙回到神像之中等着。娘，你说你腿脚都不利索，为啥还非要来这上香？这庙破成这样，哪有人来上香？别人不信玄阳爷，我信。我这条命是玄阳爷救下的。哎呀！刘老太来到神像前，点燃一炷香，双手紧握，闭眼祷告起来。玄阳爷，我大限就到了，所以最后来祭拜你一回。谢谢你当年救我一命，我多想再看你一眼。当年刘老太还是一个叫娟子的丫头，10岁的她每天要去山上放羊，到傍晚才回家。这天她赶夜路时，却从树林里窜出一头恶狼，向娟子时，突然出现一声有力的呵斥，将恶狼吓跑了。娟子转过身，就看到一个大叔对自己挥手，让她继续赶路，那样子和玄阳爷的雕像一模一样。从这天起，娟子每隔10天半个月都会去小庙上香，顺便陪玄阳爷说说话。这一来就坚持了几10年，直到1年前她摔断了腿，便中断了祭拜。期间，刘老太也变成了瞎子。玄阳爷，我多想再见你一面。结束了祷告的刘老太将燃烧的香插进了香炉里。丁，功德加10，恭喜宿主完成新手任务，功德加50，功德系统正式激活，奖励神通入梦、赐福、威慑。重塑神像任务已触发，完成后可获得200功德。一串信息闪过，我这才查看了系统面板，破系统终于激活了。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查看了刚获得的神通，入梦可进入目标梦境，与目标的神魂进行沟通。刘老太一个人上香，我就获得了10点功德。如果全村都给我上香的话，功德岂不是蹭蹭往上涨？我看了眼刘老太，心中有了想法。夜晚，刘老太睡着后做了一个梦，梦到她自己回到了少女时代，走在小树林里，一道身影缓缓靠近。娟子回头看去，看清面容后却露出微笑。玄阳爷，怎么是你？你快要走了，我是专程来送你这位老朋友的。娟子大惊，玄阳爷使不得啊！这些年承蒙照顾，你在人间可还有什么愿望？能在临死前见您一面，我知足了。你想不想再看你儿孙一眼，跟他们好好道个别？可我一个瞎子，如何能看见他们？小事，再见了。画面扭曲，刘老太醒了过来，却发现床头燃烧的油灯还没灭，心头顿时一颤。我能看见了。刘全走到床前，娘，你怎么醒了？娘，你能看见了？刘老太流下了眼泪，将儿子搂在怀里。娘一觉醒来，眼睛好了，是玄阳爷，他让我老太婆临走前亲眼看看你们，道个别。我飘在半空中，看到这一幕，满意的离去了。第二天，一阵声音将我从神像中唤醒，睁眼看去，却是刘全夫妇2人走进了庙里。玄阳爷，我娘走了，从此以后我接替我娘，好生伺候玄阳爷。说完招呼媳妇轮流上香。丁，宿主获得信徒香火，功德增加。我看向刘全2人头上显示不同的功德值。玄阳爷，我们回去了，等明天丧事办完，我来修缮大殿。第二天，刘全带着媳妇来到村庙，却被路过的邻居看到。全哥，你们2口子今天怎么回事？不是看不惯你娘供奉玄阳爷吗？怎么今天反倒学起他来了？我娘临走前，玄阳爷显灵治好了她的眼睛。你们进来上炷香吧，玄阳爷会保佑你们的。几人听后面对面笑了笑，随后摆摆手离开了这里。看到这一幕后，我摇头苦笑了起来。一个女人听见刘全的话语后，急忙跑了过来。全哥，玄阳爷真的灵验吗？原来是同村刘大友的媳妇阿云。那当然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刘全看到阿云愁眉不展，便问他怎么了。我家大友天不亮就出去采药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那快去找村长，
让他安排人进山找找。大有他去的是九盘山。九盘山是刘家村边上的山窝子，一到夜晚便生出满山白雾，据说是妖精作祟，走进去的人就再也没出来过。大有怎么会去那个地方？是我爹摔伤了，大夫说要喝参汤补身子，大有就去了九平山采药了。村长已经带人过去了，但也不敢冒黑进山，只在山口等着。权哥，你说这种事情，玄阳爷会保佑吗？心诚则灵，弟妹你好生祷告，玄阳爷一定会保佑大有的。阿云进到大殿，结果像看到神像如此残破。玄阳爷，要是我家大有能平安回来，我愿给玄阳爷重塑灵身。丁，宿主获得香火，功德加5，居然才5点。我看着下面的阿云，有点无语。不过他许的愿倒是和下个任务对上了。现在自己的灵念范围只能去到方圆1里以内。九盘山虽然就在刘家村边上，但灵念最多只能到山口，深处就去不了。此刻的我有点头疼，不管了，先去跟前看看再说吧。我驾驭灵念离开神像，朝着九盘山方向飞去。快到山口时，却闻到了一股香火味。走到跟前，居然是刘家村村长刘富，带着几个村民对着香案磕头祭拜。香案上设了牌位，上书赤峰山神敢当几个字。自己这个村神玄阳爷不拜，居然在祭拜山神。看到这一幕我怒了，刘富他们明显是不敢进山，只好在这里设坛求神保佑。此时一阵吧唧吧唧的声音传来，我转头望去，只见一只猫头鹰落在祭坛上，正在啄食香案上的贡品。猫头鹰身上还萦绕着一层红色的光芒，原来是一只小妖。我看着小妖顿时计上心头，九盘山疑似有邪祟，人不好进去，妖应该可以。我便现出身形，缓缓靠近那只小妖。我看着小妖顿时计上心头，九盘山疑似有邪祟，人不好进去，妖应该可以，便接近猫头鹰，现出金光法相。还吃，收你来了！猫头鹰猝然起身，看到法相之后瞬间想逃，施展身体震慑，猫头鹰直接从供桌上跌了下去。本座仁慈不愿伤你，若再逃，我便不客气了。猫头鹰爬起来，对着神牌一顿磕头。山神老爷，我不是有心吃你的贡品，饶了小妖我吧！听到这话，我一阵无语。什么山神？你全家都是山神？我不是山神，我是玄阳爷。对不起，玄阳爷，小妖有眼无珠，不该吃你的贡品。我要你帮我办件事。我也不跟他废话，直接讲出来要求。老爷所说的人，我早先见到过，他是被山中一只黄皮子精勾去了。小妖我倒是不怕这黄皮子，但我与他井水不犯河水，若从他手中抢人，我怕他不给。听闻此言，我思索了一阵，从旁边供桌上挑了一根蜡烛，将法力灌注进去。此蜡烛视为我的性命，你帮我办好此事，本座自有赏赏。猫头鹰会意，上去一口叼住蜡烛，朝九盘山深处飞去。你们看那鸟，把蜡烛叼走了。村长刘富看了一眼，二伯，我们设了供奉，山神是否愿意出手帮忙还未可知，你心中要有所准备。是，谢村长帮忙。平时不拜山神，现在临时抱佛脚，他心里也清楚。要不去请灰老爷，听说只要3声齐配，灰老爷就会显灵。灰老爷的债还不完，那是白请的吗？这事儿不要再提了。此时九盘山中，刘大有在山中迷了路，不知不觉竟来到了一处深山宅院之中。只见奴家乃是这山中住户，小哥哥可是迷了路？随我来，我为你带路。小哥哥累了吗？先喝碗糖水歇歇脚吧。刘大有经受不住诱惑，身体不受控制，慢慢靠近美貌女子。正当要进行下一步时，闻到了女子身上一股浓浓的骚味，这才恍然醒悟，反应过来。再一看，女子却是一只修炼成人形的黄皮子精。慌乱之中，刘大有一脚踩空，摔倒在乱草之中，晕了过去。小哥哥，跑这么快干嘛？可让奴家好找啊！他伸手缓缓向前，正当黄皮子精要抓住刘大有时，远处飞来了一只猫头鹰。住手！一只飞鸟凌空落下，啄了他一口。黄皮子精吃痛往后退去。既是同类，何故阻我？黄大姐息怒，我受刘家村家神玄阳爷所托，特地来此救这人。家神？这
你自己信吗？九鹏山附近哪儿来的神？猫头鹰这才拿出蜡烛。此乃玄阳爷给我的信物，你一看便知。猫头鹰将蜡烛点燃，上面附着的法力将烛火变成纯青之色，顿时黄皮子精就感受到了一股异常气息。黄皮子精冷静下来，思索了一会。九鹏山的规矩你应该知道，入夜之后许进不许出。倘若他能自己走出去，不关我事。猫头鹰连忙落下，对着刘大友的脑门啄了一下。刘大友惊醒，起身慌乱地看向四周，却看到一只鸟瞪着自己。猫头鹰在他头顶盘旋了2圈，示意刘大友跟着他走。刘大友并没有犹豫，立马跟了上去。刘昂叔，这么晚了还没动静，大友估计是回不来了。要不我们先回去再说。你到底在哪儿？忽地远处亮起了一团烛火，难道是大友回来了？是大友吗？迷雾散开后，一个男人的身影缓缓出现。大友，你在山里经历了什么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刘大友便把自己的遭遇说了一遍。我差点被黄皮子精加害，是一只夜枭救了我。大伙这才发现趴在供桌上的猫头鹰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土地回应了，大家快跟我拜仙！猫头鹰看到这个情况，一脚踹翻供桌。猫头鹰起飞在众人上方盘旋了几圈，示意大家跟上他，便朝远处飞去。刘大友看到这情景，立刻提醒道：“快，大家快跟上他！”村长便带领大家好奇地跟了上去。猫头鹰带着大家回到村里，飞进了一座破败不堪的小庙。众人看到小庙，纷纷停住脚步。玄阳爷？难道是玄阳爷派他来的？可我们没人来过这里啊。我上山前来这里见过玄阳爷，跟玄阳爷寻求过帮助，一定是玄阳爷派他来的。没想到救人的是玄阳爷。村长刘富看着破旧的小庙，又看了看大友一家人。大伙儿，快去准备东西，感谢玄阳爷！不多时，庙里便摆好了贡品。村里30多户人听到了大友的事迹，都来了人来。村长刘富作为主持，大家都在感谢。恭喜宿主享用祭祀，功德加100。玄阳爷，以往我们对你不管不顾，你还愿意帮我们，往后我们一定好好供奉你。众人上完香后，便都陆续回去了。阿云弟妹，我没说错吧？只要你真心实意，一定会得到帮助的。多谢权哥当时提醒我上香。没事儿，你谢玄阳爷就行。多谢权哥指点。对了，你们不是说给玄阳爷重塑石像吗？别忘了啊。权哥放心，我明天就去找工匠。此时的我正打算查看个人面板，却听见咕咕2声鸟叫。低头一看，却是猫头鹰趴在地上。神明老爷明鉴，你不知当时情况多危险，幸好我及时赶到救下刘大友，再加上我用了面子果实，黄皮子精才肯放人。等我把人带回到山头，他们还以为是土地帮助的。小妖我当时气得直接一脚踹翻了木桌，才带他们过来见老爷您。做得不错，你进前来吧。猫头鹰听到此话，来到神像前。我抬手从香炉抽出一炷香，催动法力注入进去，一团青色的烟雾便扑向猫头鹰。猫头鹰吸了烟雾，全身一热，体内壁垒瞬间碎了2道。他本来距离下个境界还差3道壁垒，吸了一炷香火，直接碎了2道，身体还长出了暗红色的羽毛。丁，宿主使用神通，功德值减20。就在这时，我也收到了系统的扣款通知。多谢老爷，小妖我几乎要破境了。随后我看到猫头鹰身上的红色羽毛，羽毛更替都是正常颜色，怎么它长出了红色的羽毛？难道这小妖是鸟王？以后你常来我这儿，只要完成本座的任务，自不会亏待你。去吧。猫头鹰听到开心的飞走了。随后我便迫不及待查看系统面板，看了一遍后，我便将95功德值加入到了品阶一栏。汪！一股古老气息从四处中涌出，顺着经脉冲向全身，金光也大开了起来。一阵金光闪烁过后，我感觉到体内的力量源源不断的涌上来。定。
恭喜宿主进阶成功，获得神通天象，可更改天象为雨、晴、风三象之一。第二天一早，刘大有一家过来上香，不多时，庙里又进来一个人。玄阳爷，这是我请来为你重修神像的牛木匠。牛哥，你来都来了，给咱玄阳爷上炷香吧。你有这重修神像的愿心，不如跟我们牛家庄一样，供奉灰老爷好了，保你们年年风调雨顺。姓牛的，你当着玄阳爷胡说什么？不要你干活了，走吧。得，我瞎说的，我给玄阳爷赔罪。牛木匠抓起一炷香，对着神像拜了拜。什么东西？看来这姓牛的一点虔诚度都没有啊！3两银子，半个月交活。牛哥，我这儿只能凑出2两，剩下的1两用我屋后的麦子抵债成不？牛木匠便应下来，随后几人便离开了小庙。他们前脚刚走，一只鸟扑腾着飞了进来，落在神像脚下，不迭磕头。小妖给神明大爷请安。小妖昨晚回去之后，脑子里全是神明大爷的英姿，翻来覆去竟然夜不能寐。猫头鹰说他想搬过来伺候我，我刚刚苏醒，确实需要有人伺候。你若真心拜我门下好好侍奉，本座每月可赐你1炷香火。谢谢老爷，谢谢老爷。往后你便叫我神君吧。赐之名，顺便介绍下你自身情况。好的，老爷。小妖，我本是一只母鹰，天降火灾，烧掉了我所在的巢穴，只有我一人逃了出来。刚飞出火海，便昏了过去。醒来后，火灭了，我也开启了灵智。那你名字叫什么？小妖没有名字，恳请神君赐我一个。你眼睛这么大，叫你大眼可好？不打趣你了，你身后有红色羽毛，就叫你赤羽吧。仙君，感谢神君赐名。5月底正是麦子成熟的时候，村民们都会一起出动抢收，忙到下午终于收完了麦子。就在要回村的时候，天空突然响起一道惊雷，顷刻之间乌云盖顶，一场暴雨就要落下。天地间村民们乱作一团，惊慌失措的叫喊，绝望间村民们都跪下，苦苦哀求老天爷。这时刘全却突然起身，大声地喊道：起来，都起来！老天爷什么时候可怜过我们？要拜就拜玄阳爷，那是我们自己的神，一定会救我们的。说完便面朝村庙方向祷告起来。村民们犹豫了一下，也跟着跪拜起来。你听到呼唤后，便立刻施展起了神通天象，只是头一回施法有些生疏，而且这神通前摇时间有点长。就在这时，大雨倾盆而下，看到四周的雨幕，村民们绝望了起来。但是大家却惊奇地发现，他们聚集起来的这块地方没雨，就好像是站在一张看不见的雨布下面。是玄阳爷，肯定是玄阳爷守护我们了。随后对着小庙方向跪拜了下去。突然远处飞来了一只猫头鹰，对着村民们咕咕咕地叫了几声。那是玄阳爷的使者，正是我派他出来迎接村民们回村。难不成，大家快抬起粮食，跟我走！众人纷纷起身将粮食往村里搬运，所过之处头顶的巨大雨布也跟着移动，没有人淋到一滴雨。以我目前的实力，神通只能维持小半个时辰，所以不得不让赤羽过来赶人。当所有人都回村后，我也疲倦地飘回神像之中。叮！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村民的愿望任务平定黄级。我没仔细琢磨，直接进入调息状态，缓慢地恢复起精神力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被一阵嘈杂声响惊醒，抬眸望去，看到村长刘父带着全村老小正在跪拜，供桌上摆着猪头、羊头、牛头，民以食为天。我帮他们在暴雨中抢回了粮食，这份恩情之重自不必说。今天当着玄阳爷的面，我以村长身份宣布一条新规：即日起，供奉玄阳爷是全村头等大事，每月初一，所有人都要来上香。说完便跪拜了下来。叮！恭喜宿主享用祭祀咒，功德值加300，本月还可享受祭祀1次。村民们祭祀完后就都回去了。庙外村长叫住了刘全：今年的赋税你家不用交了。村长，为啥？
我们讨论了一下，玄阳爷能重新回到村里多半与你娘有关。幸亏他几十年如一日的供奉，玄阳爷对村子才没有完全失望。另外，我们打算在偏殿给你娘立一张牌位，往后供奉玄阳爷，也让他享受一份香火。谢谢村长。我并不知道门外发生的这件小事。人走光后，我打开了系统面板，果断花300在商城兑换了五雷诀，许多陌生的信息一口气灌入到神识之中。随后，我自负凝聚法力，空气中隐隐响起惊雷之声，却看到我手握雷电，朝院子里一尊废弃的石碾子拍去，瞬间石碾子4分5裂。老爷威武！我也揉了揉脑袋，感到震惊。这还是基础法术的一击之力，如果此功法修炼到圆满，岂不是能引动9天之雷？狗系统撑不起我。第二天，九龙镇的集镇上，麦麸50文一担，白面300文一担，怎么又涨价了？钱柜，回去等着去吧。此时远处突然传出来一个洪亮的嗓音：白面130文一担，老乡们快来看看啊！正是刘家村的村长刘富，后面还跟着10几辆粮车。众人见此情景，便呼啦一下，全都凑了上去。老乡，你这粮食哪里来的？粮食自然是地里长的，可大家的麦子都被雨水泡坏了，你们村咋没事儿？那是我们村的玄阳爷显灵，帮我们挡了雨水，才将麦子救下来。听众们面面相觑，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就算是辉老爷照顾的村子，也只是提前1天通知要下雨。我们村子一个野神，难道比辉老爷还灵智？不信玄阳爷的没关系，我们今天低价卖粮，是不想让大家被奸商欺负。只要愿意买的，都得明白一点，这都是玄阳爷的恩泽。原来多数村子都因为暴雨而绝收粮食，不得不去买奸商的高价粮。刘富便想着低价卖粮，为玄阳爷宣传宣传，挣点香火。刘家老乡，谢谢你们，不是谢谢你们的玄阳爷。大家别急，粮食还多，如果不够，还可以去村里收。在场几个收粮的老板见此情景，恨得牙根痒痒。一个老板招来伙计：“你去牛家庄，把牛海给我请来。”刘家村庙宇，我被一阵嘈杂声吵醒，抬眸却看见村长刘富带着20-30人在神像前上香。玄阳爷在上，我是黄村的，我是马庄的，我是李家洼的，特来感谢您老人家的福泽。原来这些人是来刘家村买粮的，刚走进村里便被刘富带来给自己上香。看着下面冒出来的功德值，我不禁感叹刘富挺会来事。刘全急忙跑了进来：“村长，外面有人收粮，你去看看吧，是老爷庙的人。”刘富一听心里一跳，老爷庙的人来干什么？当下便急忙往外走去。刚走到村口，便看到老爷庙派来的几个人，为首的却是牛海。牛管事怎么来了？走，去村所喝杯茶。茶就不喝了，快把5000斤公粮交了，我赶着回去交差。海爷什么时候给衙门办事了？还管起收公粮来了？这是老爷庙的公粮，你刘家村受了辉老爷照拂，庄稼丰收，怎么转头就忘了？海爷开玩笑了，我村不曾供奉辉老爷，又怎么受他照拂？哼，别村的麦子都被雨水浇了，偏偏你们村没下雨，不是辉老爷保护，还能是什么？那是我们玄阳爷的功劳，跟辉老爷有什么关系？一个乡下的穷神罢了，怎会有改变天象的神通？不许侮辱我们玄阳爷！海爷，这事没得商量了。没得商量，这可是高天师亲自吩咐的。老爷庙高天师的名头一搬出来，刘家村众人面面相觑。那可是威名不输镇长的人物，可刘富却难得的硬气了一次。好，这粮食我们不交。好一个刘富，回去我定会跟高天师好好说说，等着吧。
说完便恶狠狠地离开了。刘父转过身看向村民们：“你们可知我为何不答应他？”众人摇头。刘父朝小庙方向看了一眼：“粮食是玄阳爷在暴雨中为我们争下来的，平白献给别人，那就是对玄阳爷的大不敬。对，不能辜负了玄阳爷。”众人非常赞同刘父的做法。你们回去吧，我去请示玄阳爷。随后，刘父来到了庙里，对着神像讲述了事情的经过。来了个神秘人，他说要见你。我听后愤怒不已。玄阳爷，我这么做是不是太鲁莽了？如果你认为应该交粮，便让这铜钱掷出正面。刘父握着一枚铜钱往地上一丢，反面又连丢2次，还是反面。刘父抬头看了看神像，便走了。等刘父走后，我把赤羽叫到跟前。关于灰老爷，你知道多少？他不是真的神，而是一只妖。那你可知他是什么东西成精？这个小妖就不知道了。他平时只在老爷庙修炼，从不出来。但小妖听说他本是铁醉山胡三大爷的子孙，因为争权失败才来到我们这里。当时正赶上这一带冒发山洪，许多村子的庄稼地都被淹了。刘家庄一位失踪了半年的樵夫突然回到村里，说自己在山里被一位神明救了。我在山里被一位神明救了，还教给了他许多仙家法术，便当即施法挡住山洪。若要永保太平，需供奉灰老爷，每年献祭一名童男。就这样，村民们盖了一座老爷庙，而那位樵夫变成了灰老爷在人间的代理人，人称高天师，有任何命令都是高天师来下达。这些年来，在高天师的操作下，越来越多的村子信奉灰老爷。凡是供奉他的村子，每年都要送一个男童。对了，神君，小妖听说最近镇上丢了几个小女孩，可能也是他所为。我听完后思索了一阵，本想稳住发育一波，看来是不行了。本座若是与他决斗，你将作何抉择？小妖愿为神君充当马前卒。好说。谁能想到当天晚上变故就发生了。神君，外面有人来了。不要声张，等我命令。幸好有你带路，才找到这小破庙。本管事记你一功。海管事，你太客气了。你快去找有没有什么好烧的东西，抓紧时间，咱们烧了庙就走。好啊，深夜来此竟是要放火烧庙，正好拿你们试试五雷诀的威力。这便是你想要的答案。我抬手凝聚法力，朝牛木匠劈了过去，一道闪电从天而降，在牛木匠头顶炸开，直接就把牛木匠炸没了。一旁的牛海直接被吓得晕了过去。一道闪电从天而降，在牛木匠头顶炸开，直接就把牛木匠炸没了。一旁的牛海直接被吓得晕了过去。我对着牛海施展入梦神通，并现出金光法相。我乃此地玄阳爷，为何烧我庙宇，还不从实招来？牛海浑身一颤。玄阳爷息怒，小人只是个跑腿的，是高天师派我来的。还在信口雌黄，信不信本座一掌拍来？我全都说，是高天师让我来的，他想夺你的造化。灰老爷为了获得更多的童男修炼，便用行雨旗招来了暴雨，毁灭庄稼。要石高天师再出面赈灾，村民们感恩戴德，就能获得更多村子的供奉。可刘家村颗粒无损，坏了灰老爷的计划。高天师便让牛海过来征粮，试探刘家村的态度，却不想被村长刘父顶了回去。高天师大怒，便让牛海深夜前来烧庙，用以震慑刘家村的人。我听后大为震惊，心中思索之后看向牛海。如此机密之事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小人把2个女儿献给了高天师，所以成了高天师的心腹之人。最近镇上丢的女孩与灰老爷有没有关系？有，
正是高天师吩咐小人做的。本要7个女童，现在才弄到5个，现都在牛家庄外的地窖关着。果不其然，这灰老爷果真是个妖邪。我问出地窖具体位置后，便一巴掌拍向牛海天灵盖，直接让他魂飞魄散。随后我就把赤羽叫了进来，给他说了地窖地点，让他去救人。毕竟我现在的灵念还无法离开村子。不久后，赤羽飞到了地窖前，却看到门口又一只老鼠精在守卫。二话不说，上去对着老鼠精就是一爪。老鼠精没反应过来，就已经倒在地上。随后进入到里面，又收拾了几个守卫，这才把几个小女孩救出来。1个时辰后，赤羽带着几个女童和1个受伤的守卫回来了。神君老爷，小妖幸不辱命回来了。好，好，好，等事情办完，本座再好好赏你。随后我飞到刘父家中，对他使用了入梦神通。刘父，我是玄阳爷，来你梦中是有事情交给你做。玄阳爷尽管吩咐，小人肝脑涂地，在所不辞。随后我便把事情说了一遍，让他把几个女童带回家，再带人去一趟镇长那里。给出任务后，我便回到庙里。不久后，一阵嘈杂声把我叫了醒来。睁眼看去，竟是村里辈分最高的刘三太爷，还带着一群人跪在神像前。玄阳爷，是我们无能，让你受惊了。这个刘父，我让他叫醒几个人，没想到搞出这么大阵仗。即日起，大家轮流来庙堂守夜，白天晚上都要有人。与此同时，刘父带着押来的男子来到了镇长家。家住牛家庄，那几个女娃是牛海派我去看守的，说是老爷庙的高天师要的。镇长听完事情，经过倒吸一口凉气。我是奉了玄阳爷之命带人来此，那几个女娃已经送回家去了。至于镇长如何处置，我等小民不敢干涉。你老实告诉我，这事儿真是你们村那位玄阳爷所为？我等山野小民如何做的这种大事？是玄阳爷大慈大悲，不忍看几个女娃为人所害，这才出手搭救。陆战听后思索了一阵，此等大事，我当连夜上报县太爷，也会交代下去，让牛家庄不得闹事。若此事属实，我自会去感谢你们村的玄阳爷。天快亮时，刘福才返回村里，在神像前说了报官的经过。玄阳爷，报官的经过我都办妥了，那几个女娃家人要给钱，我一概没收，让他们来给您上炷香。当天下午，女童的家人就来了，还合伙请了一个唢呐队。摆好祭品后，其家人便纷纷拜谢起来。感谢玄阳爷救我骨肉。顶，恭喜宿主享用祭祀，中一次，功德值加300。我看向下面人头上的功德值，不由得喜笑颜开。此时，一阵声音传来：“镇长来了！镇长来了！”镇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刚从县里回来，县太爷听说了事情，对玄阳爷很是赞赏，便先让我替他过来一趟。啊，好好，镇长请。陆战来到神像下方，抬头望去，这样一尊破败神像，真的有神明依存在上面吗？感谢玄阳爷救出那几个女娃，保我治下平安，下官拜谢。宿主受到官员祭拜，功德值正30。看来这功德值跟个人身份有关联。
玄阳爷的神像为何如此残破？回镇长，本来请了牛木匠要给玄阳爷重塑灵身，没曾想却引狼入室了，结果昨晚被玄阳爷劈死了。人心隔肚皮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不过不能委屈了玄阳爷。回头我去请一位上好的师傅，由镇上出钱造一尊高大的石像好了。刚刚还怀疑本座，现在就高调为我重塑灵身，难道不怕灰老爷怪罪？他说他是县太爷派来的，估计是想扶持我，通过我干掉灰老爷。谢谢镇长大人，谢谢镇长大人。我打开系统面板查看功德值，已经来到了930点，毫不犹豫花了200升级了品鉴，顿时一股气息从子府涌出，全身经脉像是炸开了一样，疼得我直咬后槽牙。恭喜神君功法大进！我看向赤羽，刚想起来，差点忘记犒劳，随即取来一炷香，放了50功德进去，递给了赤羽。谢谢神君。多谢神君成全，小妖刚刚打碎了最后一道壁垒。你进入化形境了？刚步入化形境。好，你把刘家村的地界给我盯紧了，等你下次突破，本座自会助你。赤羽离开后，突然收到系统的通知，恭喜宿主获得功德值超过1000，特别奖励一次神通升级的机会。我打开神通，选择了入梦升级，能力拓展为白日梦境，可在目标苏醒状态下强行将其拖入梦中。与此同时，县衙内，陆战把自己在刘家村的经历从头讲了一遍。照你所说，那玄阳爷还真是一位神明。那一缕金光庄严光华，绝不是邪祟发出的，一定是神。可镇灵司说过，我下蔡县内并无真神。那灰老爷也不过是……你不是答应刘家村重修神像吗？稍后你领了钱，立刻去办此事。太爷，你这么做，不怕得罪灰老爷吗？本来那位一向还算安分，现在坏了规矩，还掳走女童修炼。倘若他真的成了，还能像今天这样守规矩吗？所以太爷，你是想让这2位爷打起来？那灰老爷乃是铁叉山出来的，一个山野小神如何斗得过？我已送信给郡里的镇灵司，让他们派人过来镇压，希望这小神能帮我争取点时间。太爷，老爷庙的高天师带着几个村的村长朝刘家村那边去了。这么快就动手了？老陆，你立刻找2个匠人去刘家村修神像。是。希望那玄阳爷能撑住吧。刘家村村长刘富带着村民们站在村口，与对面一众人员对峙。为首的便是老爷庙的住持高天师。牛家庄村长牛波站了出来。今天请了高天师和几位村长过来，要为牛海和牛木匠的死讨要说法。刘富，你说他俩过来烧庙，因何原因？若是不给个说法，如何让人信服？几个村长也纷纷点头。刘富看了眼高天师，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。谁都知道牛海是高天师派来的，可却不敢当众攀扯他，便叹了口气。高天师，诸位村长，要怎么样你们才能满意？本天师查明真相，
那野神根本不是神明，而是邪祟，为你们挡雨，只是为了收买人心罢了。昨夜派牛海来烧庙，是为你们根治心魔。不料此寮凶残，杀了牛海。我今日前来，便是要替天行刀。你等在此拦路，是想反抗灰老爷吗？村民们一个个吓得不敢说话，可他们都不相信高天师的鬼话。玄阳爷是神明，不是邪祟。刘父硬着头皮怼了一句，高天师脸色瞬间沉了下去。整个下蔡县，只有灰老爷是唯一的神，其他皆为邪祟。大人，我们抓到了一个鬼鬼祟祟的人。随从将男子押到高天师面前。高天师息怒，我是镇长派来重修神像的石匠。镇长派你们来的，怕不是县长的意思吧？好，好，好，你给我带句话。随即抬手施法，直接斩杀了两人。本天师不愿意杀生太多，今日午夜之前将那野神神像搬来，当众焚毁，否则天亮之后再无刘家村。刘父带着村民回到村里，便来到神像前跟我说了事情的经过。我听后怒气上来，什么？居然有人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动手！随后又细细思索起来。你带着村民离开这里。玄阳爷，可是我要和这高天师好好斗一斗法。刘父请着赤羽飞了进来。神君，别着急动手，我刚用探视之术看到村口弥漫着很浓的焰火，恐怕来者不善。焰火是什么东西？就是香火所转化的气息。神君你身上也有，不过精准得多。村口那团焰火还夹杂着少许妖气。妖气？难道那灰老爷亲自来了？那高天师人类之身，就算修炼邪术，身上按说也不会存留焰火。我听后陷入沉思，幸好刚才没有冲动。随后看了看赤羽全身的羽毛，心里便有了想法。高天师在此，是在等本座吗？高天师暗暗一惊，定睛望去，却是一只夜枭。高天师打量着赤羽，浑身散发着妖气。你就是那个玄阳爷？你一只妖精，居然也敢装成神明？你家灰爷爷能做的，我为何做不得？一只小妖而已，本事不大，口气却不小。妖孽，休得猖狂！急急如律令。你明明只有2阶修为，哪来这庞大的妖力？你这也不行啊！老爷救我！他被黑气吞噬了，那是灰老爷。原来你一直藏在高天师的体内。好
好你个灰老爷，竟然如此处心积虑！娃儿，玩够了吗？娃儿，神明可不是好当的，让老爷来疼疼你。五雷诀，原来是一只大老鼠，怪不得叫灰老爷。原来那猫头鹰是个幌子，你才是那邪神！我认栽，以后不再找你麻烦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如何？井水不犯河水，你配不？你赢了，这九龙阵以后你做主了。难道你想杀我？我可是铁叉山虎三太爷曾孙，可不是你一个山野穷神惹得起的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我送你上路。灰老爷的身体已经一动不动，最终化为一只巨大的老鼠。幸好解决了。恭喜神君灭掉此等妖邪。神君，你看，这是那老耗子的元丹，他一身修为都在这。这元丹内的妖力混杂，竟无法直接吸收。你这次表现不错，这元丹赏给你了。谢谢神君赏赐，小妖这辈子跟定你了。赤羽吞下元丹后，转头看向倒地的高天师。神君，高天师这家伙要怎么处置？你回村叫刘父等人过来善后。你有何来历，
小人是灰老爷的行师，他平时在我身体里修炼。他乃是铁色山而来，代表家族开疆拓土。你如何证实？灰老爷的香火有一半用来炼丹了，每隔3年，铁素山都会有使者过来收。那使者上一次到来是什么时候？使者大约2年之前来过。看来那灰老爷所言非虚。那你又是哪里人？小人乃是村里的樵夫。至于把结果告诉他们吧。灰老爷已被玄阳爷击杀伏诛。恭喜玄阳爷诛杀邪神！保境安民任务完成，获得功德值500。可反复触发，看来这个系统的任务并不只是表面上那么简单。神君，那几个人怎么处置？姓牛的不要放过，告诉刘父，其他的但凡有伤天害理的，把他们送到镇上去处置。是。对了，你还要去老爷庙一趟，把那里处理干净。那大耗子还有一把行雨旗，找到记得带回来。回到村庙后，我头昏脑胀，看来连续4次使用五雷诀，还是太勉强了。随后，我便进入了调息状态。下才县衙书房内，一封急报传来。鱼群震惊地得知，灰老爷竟然被玄阳击杀。灰老爷不是神明，而是一只大老鼠。灰老爷被玄阳爷打死了，玄阳爷的使者夜宵大人荡平了老爷庙的残余邪祟，老爷庙被大火烧成废墟，遍地都是老鼠尸体。县衙来人将灰老爷庙一把火烧了个干净，又将残存的神像砸了个稀烂，并贴出告示，严禁百姓再拜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有刘家村村民虔诚供奉玄阳爷，功德无量，朕心甚悦，特赐封玄阳公，享官方供奉，钦此。刘父带着村民连忙跪下，见过玄阳公，见过玄阳公。他身后的刘家村村民们也连忙跟上，大殿外的广场乌泱泱跪倒一大片。晋升为公，功德收益是1.2。我看着系统提示还没来得及开心，这便是功德值的作用吗？获得德值加100。原来是县官鱼群在给自己上香。那灰老爷祸害本地多年，本县也早有诛杀他的想法。感谢玄阳公为我下蔡县除去遗害。昨天那高天师堵在村口几个时辰，也没见你派一个小兵过来。想到这，我立即施展白日梦境，将县官鱼群拉了进来。本座玄阳拉你入梦是有话问你，你与那灰老爷之间可有勾连？玄阳公明鉴，绝对没有。那灰老爷每年要吃掉几个童男，下官托人调查他的底细，得知是邪祟，便上报镇灵司。可镇灵司的人一直没来，下官只能容忍那大耗子作祟。所以你得知本座存在，
便怂恿他与我争斗。下官不敢，我不敢。下官本是想着让玄阳爷拖住辉老爷，等镇灵司的人马过来，再一举消灭这邪祟。没料到玄阳公如此神通广大。你是不是对自己这个计划感觉挺得意？你以为事后替朝廷斥我为公，给点甜头，这件事本座就不追究了。下官有罪，我知错了。念你本心是为了清剿邪祟，本座便饶你一回。往后再有此类的事情，你当知道怎么做。是，往后再遇到事，下官一定及时跟上仙请示，听候差遣。对了，老爷，昨天的几个村长到我府衙求见，恳请上仙赦免他们的罪过，他们愿意带领全村供奉上仙。要不要下一道命令，让各村都为上仙建庙供奉？听到此话，我很是欣喜，刚想答应下来。功德值跟虔诚度挂钩，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信仰，若非发自内心的信仰，就算上香，功德值也不会增加。信仰这种事，得发自内心。本座不是辉老爷，不愿意强迫别人，此事就此作罢。于群听后一愣，到底是真神，格局就是不一样。上仙，往后若有需要跑腿的事，尽管吩咐在下。我没有回答，随后大手一挥，梦境碎裂，于群身体一颤，清醒过来，抬头再看神像，眼中已然只有谦卑和忠诚。随后取来一炷香，双膝跪地，对着神像舍身一拜。这一幕被庙门外看热闹的刘家村众人看到，引起了莫大的震动。快看，那不是于大人吗？此时却看到外面广场之中，陆陆续续来了很多人，都是听了玄阳爷的事迹过来上香的。刘父赶紧招呼村里人烧水煮茶，免费提供给这些外来的香客们，还分派了一些人前前后后的提供服务。大家都忙个不停，但没人喊累。县长于群看到此场景，叫来了镇长和刘父。这大殿又小又破，由镇上出钱给玄阳宫重塑灵身，县衙另外出钱为玄阳宫重修庙宇。这件事就交给刘村长去办吧。你们刘家村的事，就是我于群的事。太爷英明，我替玄阳宫谢谢太爷了。往后你们村有什么事，尽管找我。夜晚，众人散去后，我唤来赤羽。恭喜神君晋升为县公。昨晚小妖在老爷庙中发现不少丹药和功法。我看了一眼，这都是妖精用的，这些东西赏给你了，你可以自行处置。小妖还找到一面旗子，不知是不是神君想要的行雨旗？我伸手抓住旗子，正要查看，我有天象神通，这行雨旗对我没用。然后看向赤羽，昨晚你功不可没，我再给你一炷香。随后将200功德值放进香火中，赐给了赤羽。赤羽吸收了好一会，才吸收完。神力太多了，小妖需要缓一缓。第二天，村长刘父便带着人来到大殿。玄阳公，这食材是县太爷着人送来的，本打算用作府邸的镇斋石敢当，
为了给您重塑灵身，特意贡献出来。这个鱼雀倒是会拍马屁。随后跟来的匠人便开始了工作，对着神像一阵测量打磨。经过了1天1夜，石像终于修缮好了。我看着自身的新神像，心中说不出的感慨，不禁露出了笑容。穿越后，我成为了穷苦山村的野神。这是何处？丁，检测到宿主苏醒，系统绑定成功。经意外觉醒系统金手指，只要有信徒上香，便能获得功德壮大自己成就金身。随后我便帮助村民们完成一件件心愿，还诛杀了臭名远扬的妖怪邪祟，最终被敕封为了正式的官方身份——玄阳宫。敕封之后，便是一段悠闲的时光。作为以一方神明，倾听祷告是日常的一部分，帮他们完成一些鸡毛蒜皮的小心愿，举手之劳。直到这天，进来了一对夫妇。玄阳宫在上，戏女刘康妻子，求您救救我家夫君吧！我男人刘康前几天去九盘山附近打猎，被不干净的东西迷了，走到山里吸了毒渣，回来每天都在吐血，求玄阳宫救命！我听后，探出神念向下看去，这是毒瘴入体，晚上再帮吧。去除瘴气倒是不难，就是要多花点时间罢了。我思索了一阵，决定晚上再帮他。这对夫妻离开后，赤羽费了劲来。神君，小妖最近发现了一件怪事，以前九盘山只有晚上才会起雾，最近这阵子白天也都是雾气。九爬山不就是刘大有去的山吗？难道这个男子也是被黄皮子精所伤？应该不是他，不然这人不会活着出来。那九盘山据说是一只白猿王罩着的，像黄皮子精那种妖怪还有许多。那刘康具体被谁所伤倒是不好说。当天晚上，我来到刘康家中，见刘康眉头紧缩，似乎在做噩梦，便使用入梦神通进入他的梦境里。只见刘康从九盘山中一路跌跌撞撞跑过来，身后还有几只猴子正在追赶他。就在猴子要抓到刘康之时，我大喝一声，勘破幻境。勘破幻境，将他带入虚无之中。这是哪儿？本座玄阳，这是你的梦境。见过玄阳宫。你刚才差点被一群猴子杀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小人也不清楚。我那天在山附近打猎，稀里糊涂就进了九盘山，然后迷路了。那些猴子见到我就追，我吓得慌不择路，不知道怎么跑了出来。稀里糊涂进山，又稀里糊涂出山，这刘康肯定隐瞒了什么。你还有没有别的要说的了？没有，小人的经历就是这样，没有其他了。既不想说，我也懒得多问，便抬手对他使用了赐福神通，帮刘康驱散了体内毒瘴。随后就转身离开了梦境。时间荏苒1个月过去了，我正在庙中打坐，却突然听到一阵系统声音：本月辖区平安无事发生，功德值加300。我便迫不及待打开系统商城查看了起来。护体罡气、根部丹、魂天刀法、
2本功法，1个丹药，都兑换了吧？随后我便叫上赤羽来到院子里，陪我试试法术威力，默念护体罡气的心法，让赤羽全力向自己冲撞过来。动手吧！赤羽散发妖气包裹自己撞了过来，却听到叮的一声，赤羽直接弹了出去。我感知了一下罡气还有5成的强度，点点头，相当满意。接下来要试试刀法的威力。赤羽，你去找把刀来。只找到一把柴刀，能行吗？我试试吧。这刀法虽然强，但是废刀。神君的刀法威力太大，普通的刀确实撑不起来，必须得是灵气才行。灵气？上哪儿找一把灵气？我想起来了，神君，咱们村还真有一把灵刀，那刀煞气十足，没准能配得起神君的刀法呢。这村里居然还有灵刀？对，在村口杀猪的赵屠夫家里。屠夫家的刀，该不会是一把杀猪督刀吧？神君跟我来，我带你去一瞧便知。这便是那屠夫的居所。好重的煞气，这把剑，莫非就是？我看向墙上的刀，随后探出神念仔细查看，还隐约能感受到刀上的煞气。好一把灵刀！随后我便跟着赤羽离开后院，来到了赵屠夫家里，绕过院子进了堂屋，便看到墙上挂着一把没有刀鞘的刀，还隐约能感受到刀上的煞气。我当即探出神识，查看墙上的那把刀。好一把灵刀！就当我刚准备上手去拿宝刀时，突然想到什么，又收了回来。我一个神明怎么好去偷别人一把刀？赤羽看出了我的窘迫，神君可以满足赵屠夫一个愿望，用来交换宝刀就好了。可是，你怎知他有愿望？芸芸众生哪会没有愿望？反正不急这一时半会儿，今天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。不多时，村长刘父带着3个人进入大殿。玄阳公，我身后这几位，他们各村的石像都已造好，今天是专门过来接引香火，为石像开光的。毕家岗、牛家庄、潘家屋子，愿以玄阳公为村守，从此世代守护。倘若背弃盟愿，遭地裂洪水屠戮全村。祭拜完之后，3位村长各捧着一束点燃的香回去了。不一会，脑海中钻入了陌生的信息，随后我便感受到3座新的神像。我将神念灌注其中一座神像中，顿时便带入虚无穿行起来。再次睁眼，发现我已经来到了毕家岗的庙宇中，下面乌泱泱的站着一群人。玄阳公在上，我毕家榜全村人皆在此。之前受高天师逼迫信奉辉老爷，实属无奈之举。感谢玄阳公诛灭妖邪，还此地安宁。今日我等皆认真信奉玄阳公，万事不变。话毕，便带头跪拜了下去。看向下面人头上浮现的功德志，我便对着众人施展四符神通，一束束蕴含祥瑞的光芒在人群中散开。刚刚怎么回事？我似乎清醒了许多。我也是有种如沐春风的感觉，难道是玄阳公显灵了？众人又再次跪拜在神像前。随后，我又通过神像分别穿越到了潘家密子和牛家村这2个村子，同样略施神通，以展示自己的存在。至此，3个村子的神像开光仪式全都圆满完成。
恭喜宿主将辖区扩大到方圆5里，奖励功德值500，奖励神通旺气。按照这个势头下去，成就今生未来不期。那把灵刀，看来是时候去找那赵屠夫了。当天晚上，我来到赵屠夫家里，施展入梦神通，进入赵屠夫梦境中。只见赵屠夫抱着一个小男孩，在院子里玩得不亦乐乎。我施展出云雾，吸引赵屠夫目光。你是？本座玄阳。你可是赵屠夫？是，小人见过玄阳公。本座感念你们的忠诚，打算每月抽取1名信徒，满足他的愿望。你便是本月的第1个。赵屠夫听后激动起来，指向小男孩：“玄阳公在上！”小人成婚多年，却膝下无子，这才夜有所梦，想象出来一个儿子，请玄阳公赐我1儿半女。听到此话，我犯了难。我又不是观音，没学过送子啊。你说你成婚多年却膝下无子，可有其他缘故？小人媳妇儿年轻怀孕时，撞见邻居家女儿在与人私会，回头就给邻居人说了出去，结果那姑娘当晚就头颈没了。我媳妇儿晚上就梦到那姑娘回来咒骂她，说她一辈子无后。醒来后胎儿就流走了。听完后我细细思索，随后抽出一部分神念回到现实，发现他的腹部有一团黑色的气息，莫非这就是鬼气？然后我抬手凝气，使出赐福神通，黑色气息便消失了。随后我回到梦境之中，本座已使用神通去除你媳妇体内的鬼气，顺便改善了下体质。日后你多加耕耘，定能诞下子嗣。多谢玄阳公老爷。此次本座赐福于你，你福泽浅拔，承受不起。这样吧，本座与你交换一物品，以破羁绊。好。小人穷家破院，不知有没有神明爷爷能看上的？就换你堂屋墙上的那把刀吧，不知你可否割爱？神明老爷在上，这刀你只管拿去，这刀你只管拿去。原来赵屠夫祖上是一位打铁匠，曾服侍过一位将军，此刀便是将军在战场所用。将军临死前便将这把刀赐给赵屠夫祖上，至此便一代代的传了下来。小人祖先还说了，这把刀煞气极重，我赵家只是代为保管。想来这把刀等待的主人正是神明老爷。既如此，那这刀我便拿去了。往后若有所求，便去庙里烧香。随后我便转身离开梦境，走进堂屋，取下了墙上的刀就离去了。回到庙宇，我拿出灵刀细细打量，只见刀身周围煞气外露，我便用法力缓缓灌入灵刀。原来这灵刀是专为杀生才铸造的，需要不断吸食血气，才能保持灵性。幸好这刀遇到我，不然就要从灵气跌成凡品了。突然我感觉到一股阴森气息，这是刀灵。却发现煞气变作一条巨大的黑蛇，黑蛇望向我，发出一声剧烈嘶鸣。小小刀灵，怎敢造次？我抬手施展震慑神通，黑蛇瞬间低头，再向前拍出一掌，黑蛇形象彻底崩溃，化作流光。我伸手握住刀柄，神识中多了一股印记。叮！恭喜宿主成功契约黄级灵刀，奖励功德值300，并黄级玄铁1块，功德值目前来到了3190点。
然后我用功德值将混天刀法和护体罡气升级到目前能到达的上限，又用奖励的升级机会选择了神通震慑升级。丁，神通震慑从入门升至进阶，能力拓展为在施展神通时，可对精神力弱于自己的目标进行精神打击。照此发展下去，用不了多久，我便能凝聚金身，成就无上大道。傍晚下蔡县，县令于群刚处理完公事，却听到一声巨响，随后一个彪形大汉和一个少年闯入县衙。你就是本县的县令？正是。你们又是何人？敢问二位是？大汉抛出一块玉牌，正面写着“镇灵”二字。原来是二位升官，下官有失远迎。我叫方瑜，他叫王莽。前日司礼得到于县令寄来的手书，说此地有妖邪作祟，便派我二人前来诛杀。还请于县令介绍一下那邪祟的情况。于群尴尬一笑，二位升官晚来一步，那邪祟日前已被诛杀了。两人愣住。什么？是啊，起初我也不信，可这是我亲眼所见啊。这么说，就是一个邪神杀了另一个邪神。那玄阳公乃是刘家村的正神，辉老爷则是耗子成精，二者怎可相提并论？当年我司主大人以分金术勘察淮南全境，明言北部3县并无仙气，至少1甲子之内不可能养出真神。那位玄阳公必然与耗子精一样，是个冒充神明的邪祟。自己亲眼看过玄阳公显灵。哼，你肉眼凡胎能看出什么真假？我们还是自己亲自去一趟比较稳妥。未免起了冲突，我愿意亲自给两位大人带路。随后三人便出了县衙。刘家村庙，信徒们正在烧香供奉。大家不要惊慌，都退后一些。都让一让。回头看去，却是县令于群带着2个官差迈步走来。玄阳公，这2位是镇灵司来的神官，他们是为了辉老爷的事来的。听了您老人家的事迹之后，想要一睹真容。王莽一把推开于群，抬头朝神像望去。我听后细细思索，如果给官方发现我的存在，会不会被当成小白鼠对待？便收敛气息，躲进神像后。那王莽施展天眼凝视片刻，这邪神本体怎会没有真灵？看了眼烛台，回头对身后的方瑜说道：“你去找些好烧的东西来，把这邪神神像烧了。我不信这邪神不现身。”王哥，此事还是小心谨慎些好。王莽冷哼一声，准备拿蜡烛去点。宝灵官，你若敢点火，本官保证你走不出刘家村。此时刘父带着几个村民进来。太爷，你要作甚？贼人，快放下蜡烛，否则当场戳死你！此时刘父带着几个村民进来。太爷，你要作甚？众人看到了一旁手拿蜡烛的王莽。贼人，快放下蜡烛，不然我们当场戳死你！这邪神到底给他们什么好处，让他们如此忠诚？王师兄，咱们是来办事的，若是把这些人得罪透了，事情就不好办了，还是从长计议。王莽听后扔下蜡烛。哼，邪神不除，此事没完，等着吧！便推开众人大步离去。方瑜见此也追了出去。太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爷，这可不关我事。那2人是镇灵司的神官，我也管不了。啊，是我唐突了。随后我把于群拉入梦境，询问那2人来历。那2人是何来历？玄阳公在上，那2人乃是镇灵司的神官。镇灵司是朝廷设立的组织，总部在京城。国力最强盛的时候，全国各镇县都设有分部。如今国力江河日下，很多地方连官府都没了。那2人还是我靠着关系才被派下来处理任务的，就不愿意吭实。上仙，
如果那王莽二人再次前来闹事，该如何应对？如若他们二人再来，不管干什么都不必管他，本座自有安排。离开梦境后，于群向众人传达了自己的意思。玄阳爷自有安排。启禀大人，王莽和方宇两位于群回去后，从衙役口中得知王莽二人在驿站下榻，便让人准备酒菜，自己亲自过去安抚脾气火爆的王莽。王兄弟，一路辛苦了。谁知于群刚和王莽二人聊了没几句，太爷，镇长求见。太爷，周家村有2个猎户在九潭山附近失踪了，村里人怀疑是被山里的邪祟给抓走了，求告到我这里。九盘山中邪魔横行，本官早就下令不许任何人进山，怎么总有人不拿自己性命当回事？这2人是夜宿在山口的帐篷里，第2天就不见了。有村民在通往九盘山的山口找到了他们捕猎用的工具，因此怀疑是山中邪祟把人掳走了。邪祟出山抓人，这可从未有过。不止如此，从前那九盘山只有夜晚才会生出毒瘴，近日来那毒物白日也不退去。此事你有什么主意没有？下官想请玄阳公出马，诛杀邪祟。于群还在斟酌中。找邪神对付邪祟，我看你们是疯了。这事儿，我们师兄弟去走一趟，我们亲自地去走一趟。你们带路。当下一行人前往九盘山时，来到山口，却见周家村的村民聚集在此。村民们见到县令驾到，下跪见礼，恳请于群做主。恳请县长做主！大家快看，那是周彪！众人震惊，纷纷望去，只见一道人影晃晃悠悠地从雾气中走出来，正是失踪了数天的周彪。阿彪！周彪父母哭着就要向前，却被方瑜一手拦住。二位，这恐怕不是你们的儿子。我乃是元神手下6当家，我家大王乃是九盘山之主。当年我家大王与辉老爷划过疆界，每年向我家大王送上若干供奉。如今辉老爷被山村野神所灭，大王便要领大家出山给兄弟报仇。若要我家大王平息怒火，你等每年要送9牛3猪6对童男女，如若不然，则叫你全镇的人为辉老爷陪葬。说完，便回头往山林走去。站住！周彪生机断绝，已然死去。他的母亲当场中晕厥，一道黑影从他体内冲出。妖孽休走！见此情景，于群叹了口气。你去刘家村跟玄阳公细说此件事，若有起事，立马报我。陆战点头应下之后，便转身回刘家村去了。不久之后，我认真的听完陆战的汇报，没有说话，只是让他先回去。你先回去，按兵不动。陆战不敢说什么，只能按照我说的回去复命了。随后我便找来赤羽，向他询问起来。你可知那元神？这元神小妖也只是略听过名字，是九盘山外围最强的妖精。不过他说辉老爷上供，即他确有此事。我曾见过高天师在九盘山设祭。我听后思索了一阵，走，去山口看看。随后神念便朝外飞去。九盘山来到山口处，我看向满山白雾，这白雾之中含着一丝妖气，会腐蚀人的精神力。怪不得平时没有人进山。神君只管放心住下往前走，小妖沿途做了标记，至少回去是没问题的。便往前走，进入一片树林，突然响起一个娇滴滴的女声，却见一位面容姣好的女子走了过来。那鸟儿，你怎么又来了？
原来是你，神君，这就是上次困住刘大友的那只黄皮子精。这个俊哥哥是哪里人啊？不得无礼，这是我家神君玄阳公。听完赤羽说的话后，黄皮子怔了一下，连忙拜见。参见神君，小妖是这山中黄妖，自个取了名字叫黄陵。你起来，我问你几句话。黄陵这才战战兢兢起身。你一直住在这里吗？回上神老爷的话，小妖在此居住已有10入年了。吃了不少人吧？黄陵浑身一颤。小妖没有吃人，只是吸人阳气，用于修炼。本座也是随口一问，你可认得元神？神明老爷说的可是元神老齐，小妖认得。他还有姓名？这……黄陵顿时有点为难。你不敢说他的事？神明老爷问话，小妖不敢隐瞒。但元神老齐是这九禅山外围的共主，小妖担心事情传出去，会引来杀身之祸。原来如此，那你别担心了，他没机会报复你。眼看黄陵不解，我补了一句：本座此次来，就是来诛灭他的。另外，本座发现你识海之中有一股狂乱之气，8成是你长期邪修所积累下来的。随着你继续修炼，这股气息会越发狂乱，早晚能令你失去神智。黄陵顿时眼睛瞪得像铜铃。神君怎么知道的？你话太多了，他老人家什么不知道？是，小妖失言，请神君老爷救救我。你先告诉我那元神的事情。那元神乃是一头白猿成精，在这九盘山外围做了近100年的王。因为他来自道教祖庭之一的齐云山，便自称老齐。元神既然姓齐，是否单姓一个洞字？没听说过。那这山中白雾是怎么回事？白雾据说是山中灵脉渗出的瘴气，被元神掌控，吞吐自如。如今白天也用白雾锁山，想来是怕不辉老爷后尘。那你是否知道元神的老巢在哪？那元神生性格外谨慎，除了他手下那些猴妖，无人知晓他的栖身之地。我听后有点无语。这个元神的实力与辉老爷相比如何？辉老爷实力如何，小妖不知道，但元神至少不比他差，不然也不可能成为这九华山之主。了解的差不多了，再问下去了也问不出什么信息。我看向黄陵，我可以驱除你体内的狂乱之气，但你以后不可再害人性命，可能做到？愿意，小妖以后一定不再伤人了。神明老爷在上，小妖发誓，一定不再伤人了。我抬手使出赐福神通，一阵光芒在黄陵额头亮起，将他体内那股狂乱气息清除掉。完事之后，黄陵内视身体，立马跪下叩首。神明老爷大恩大德永世不忘，但凡有需要差遣的地方，小妖一定好好效命。你起来吧。我听后心中思索，让他留在山中当个耳目也好。这次行动你先别跟着了，这山里你多帮忙盯着，有什么动静就去刘家村找。告别黄陵，我带着赤羽继续深入山区，期间听到猿猴啼叫声，便往声音方向中走去。经过丛林，发现一只猿猴，刚要追上前去，突然脑后生出一股凉意，猛地回头，却发现一道身影正极快地朝自己撞来。慌乱之中，我连忙抬手施展五雷诀，一记强烈的碰撞，我连着后退几步。我抬头看去，却是一位身穿白色长衫的青年。当下使用旺气神通，看出他的真身乃是一头体型硕大的白色猿猴，身上萦绕着一层红色的气息。你是何人？怎能挡住我这蓄力一击？那白猿满脸震惊，赤羽展翅飞到空中。你算什么东西？这位是玄阳公，
灰老爷便是被他老人家一掌劈死的。哦，你便是玄阳宫那个刘家村的野神。白猿咧嘴一笑，也好，我曾与灰老爷划分疆界，现在他死了，由你接替也无不可。条件我家老六已经说过了，除了这日常东西之外，本王的生辰之类，缺什么再告诉你吧。白猿说完之后，一脸玩味地看着我。我听后微微一笑，光生辰怎么够？至少得加上忌日。我老齐给你脸不要，你真想与我为敌？真打起来，你可未必是我老齐的对手。白猿当即仰头嘶鸣起来。不多时，林中出现了许多猴影。赤羽见状，羽毛展开，全身燃起火焰，扇动翅膀朝白猿撞去。白猿眼看来势汹汹，一个腾挪险之又险地躲了过去。哪来的鸟儿，不知好歹！当即右手握拳，冒出黑色气息，对着赤羽便是一击。结果还没站稳，我快速拔刀，全力使用混天刀法。一道银光从白猿身上划过，白猿那人类形象瞬间消失，露出了猿猴真身。只见那白色毛发上赫然一道鲜红的伤口，但伤口虽不小，却未伤及到要害。我抬刀正要上前，却被两只猴妖扑上来拦着。我抬手挥剑，迅速解决两只猴妖。那白猿见状，立马回头跑了出去。我立马追了上去，来在一个岔路口停了下来。白猿早就不见了踪影，前方的多条小路上空无一人，却听到迷雾之中传来那白猿的声音：“刘家野神，今日没完！你不是九龙镇的主神吗？待本王养好伤之后，隔三差五便去杀几个村民，除非他们砸毁你的神像。”我目光从眼前几条岔路逐一扫过，正想要随机找一条路往前走时，却看到远处赤羽飞了过来。神君不能再追了，不然真的要迷路了。我虽然心中愤怒，但迷雾遮掩，确实没有办法。如果白猿真这么干的话，自己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名声，肯定要毁于一旦。先回去慢慢想办法吧。就在我无奈的想要离去时，突然想到什么，又睁大眼睛，目光从眼前几条岔路逐一扫过。怎么感觉好像来过这里？就在我无奈的想要离去时，突然想到什么，又睁大眼睛。这条路，我好像在哪里见过。目光从眼前几条岔路逐一扫过，怎么感觉好像来过这里？赤羽，你之前有来过这里吗？没有。赤羽四下瞅了瞅，摇头说道。我只好往回走。一路上，我一直琢磨这件事。到底在哪儿见过呢？快到山口时，我陡然想到了答案：刘康的梦境。是刘康？自己是在刘康的梦境中见过一模一样的岔路，当时刘康就是顺着某条岔路走了进去。我看到了，刘康，他慌不择路地跑向了右边。有没有可能刘康走的路，就是通往元神老巢的路？怪不到当时就觉得梦境有问题。当下我便决定回去审问刘康。回到九盘山路口，却看见王莽、方宇两人停在路口，手中笔画还嘀嘀咕咕的，不知道在说着什么。我侧耳倾听，想要了解真相。我仔细听了他们的对话后才明白，原来他俩去追那黑影猴子，刚进树林便被山中白雾所挡，在这山中转了一个时辰。幸亏靠着方宇的指路手段，才从那白雾弥漫的山中出来。王莽出来后看向方宇：“我俩能出来，多亏你那些指路的道门手段，这一功我给你记下了。”不敢，就算没我，王师兄也一定能出来的。现在怎么办？王莽回头看了看九盘山，细细思索起来。那妖精在山中不愿现身，得想个办法把他逼出来。随后好像想到了什么，妖类最怕硫磺烟火，我们去找100-200个农夫帮忙，而后进山中四处放火。不信，
这妖怪不出来。方瑜听后微微一怔，而后转过头看向王莽。可是带着那么多人进山，咱们看顾不过来。若是有什么意外，恐怕县官不会答应。管他作甚？那县令一个小小地方官，我可没打算告知他。既然这样，你先去镇上采购硫磺，然后直接招人干活。可是，此番行动我说了算，让你做就去做，别一堆废话。王莽烦躁地摆了摆手，催着方瑜一起离开了。王莽、方瑜的话被我听了个真切。这家伙居然想着让百姓去进山送命。神君，我们要不要阻止他们？先别管他们，你回去告诉刘父，让他通知附近的百姓，任何人不许进入九盘山，否则遇到危险我一个都不救。听后，赤羽便先飞一步去办事去了。正午，刘康正在家中吃饭，桌上是丰盛的饭菜，突然两眼一翻昏了过去，全身没有了知觉。却是我来到刘康家中，对他使用了神通白日入梦，将他拉到了虚空梦境当中。刘康，可还记得本座？刘康一惊，抬头看到头顶的玄阳宫，连忙拱手拜道：小人刘康见过去玄阳宫。刘康，你家伙食不错啊。回大人，多亏大人保佑庄稼丰收，小人才有饭菜好吃。我且问你，你那日去九蒲山，到底去做什么去了？我是去追赶一只兔子，这才不小心进了九盘山中，迷了路。混账！至此你还在胡言乱语。本座今天去斩元神，遇到了你梦中的路口。现在你还敢扯谎，可想过欺瞒本座的后果？刘康心里顿时崩溃，扑通一声跪下，磕起头来，求神明老爷轻罚，小人愿意说出真相。刘康心里顿时崩溃，小人不敢，只求上神老爷轻罚，小人愿意说出真相。原来那日刘康进山是去见一只白猿。多年以前，刘康进山打猎，遇到了被捕兽夹套住的一只白猿，眼看他楚楚可怜，便没有加害，并且帮他包扎伤口，然后放走了。7、8年过去，有一天，刘康在山里遇到一个身穿白衣的美人。我是当年那只白猿，如今修成人形，特来报恩。说自己叫白洁，乃是当年被自己救下来的那只白猿，便送了2张虎皮给刘康。从此之后，两人经常在山里幽会，每次白洁都有馈赠。一日，刘康问道：为何山中一到晚上就有白雾封山？那是因为自家那边有一汪灵泉，这气都是每天晚上从灵泉溢出的，白天瘴气收缩，灵泉便可以用来给妖精们修炼。浸泡其中能够提升修为，即使是普通人浸泡，也有驱除百病、延年益寿的功效。因此，白洁想带刘康去泡一泡。随后，两人便来到灵泉边，可刘康还没下水，就被几只猴妖发现。白洁让刘康赶紧跑，他就这么一路跑回来了。赶紧跑！自己就这么一路跑回来了。当时小人跑得匆忙，又有猴妖追逐，这才吸入了不少瘴气。多亏神明老爷为我驱除。白洁，灵泉。那白洁在猴群中是否有什么特殊地位？他说她是元神的近身侍女，小人也不知道真假。他当时为了我逃走，应该是被抓住了，也不知道他现在如何了。我这几天经常去九台山观望，但那里大白天都有浓雾封锁，我不敢贸然进去。本座上次问你时，为何不说实话？我一是怕媳妇儿知道我与妖精有染，二怕大人说我私通妖精，这才说了假话，求大人开恩啊！这刘康大概是唯一进过白猿巢穴的外人，要斩那元神，必须要靠此人，只有他才认识路。
罢了。你若能回忆起具体的进山路径，本座就算你将功补过，饶你欺瞒之罪。刘康面露难色。大人，那一路是白洁带我去的，弯弯绕绕的，小人根本记不清楚了。我抬手使出赐福神通，短暂增强刘康的精神力。随后，刘康便开始努力地回忆起来。此时，跟我们去九鹏山干活，赏金管扣。百姓们一听九盘山3个字，纷纷摇头，头也不回地走了，连这几个村子的人都不愿意帮忙。玄阳爷发话了，不然我们去九平山。玄阳爷发话了，不然我们去九平山。玄阳公，玄阳公，他一个乡村野神，说话为何如此管用？王师兄，既然如此，我们不如换个别的方法。你也是个废物，只会说些无用的话。走来传去。走。去哪儿？随后决定了什么？本来还想办了那头白猿之后，再来处理这邪神，但眼下这局面，不先除掉他不行了。我去把庙拆了，把神像砸了，看这些村民服不服。王师兄不可啊，如此会引众怒的。你要是怕死，我就自己去。王莽就地捡了一根粗棍，缠成火把点燃之后，便朝刘家村庙方向走去。你这人要去哪儿？村民们看到王莽举着火把，忙上来质问他有什么企图，却被王莽撞翻，硬闯了过去。这人举着火把往村庙方向去了，一定是想要烧庙。大家快去叫人啊，不能让他得逞！那。这人举着火把往村庙方向去了，一定是想要烧庙。大家快去叫人啊，不能让他得逞！那。来到村庙门口，却看到人员聚集拦路，可普通人哪是王莽这个武士的对手？一棍子直接把拦路的人横扫了出去，然后迈着大步进了村庙的大殿。王莽进了大殿后，回头把大门紧紧关闭。刘父带着人才刚来到庙门口，看到紧闭的大门，快快去搬原木撞门！众人才急忙去寻找原木。此时的大殿内，王莽抬头看向神像，恶狠狠地说道：“好一个蛊惑人心的邪神！今日我王莽就要替天行道，庶子而敢！”抬手使出震慑神通，凝聚法力，再用出一掌，直接将王莽打趴跪到地上。此时的大门终于被撞破，众人却看见了这惊人的一幕。方玉见此，迅速跑进大殿，随后使用洞悉之术朝王莽望去，却看到了一个身姿伟岸的男子。这是只有真神才有的神光，他不是什么邪神，是真的神明。看什么？快帮我！你的路到此为止了。你要帮他吗？小人不敢。王莽竟然被玄阳公一只手就压得无法动弹。此时我凝聚法力，又再甩出一掌，王莽整个人直接趴在地上，隐隐还能听到骨头断裂的声音。玄阳公，我不敢冒犯您了，我知错了。上仙，千万别饶过他。哦，有意思。你方才求本座杀他，此人极为阴狠，在镇灵司又有靠山，若是放他回去，上仙以后定后患无穷。可你两个不是同伴吗？
小人与他并非什么同伴，而是有着深仇大恨。小人此番特意接下这份远差与他闲伴，便是想趁机杀他报仇的。原来方宇有一个从小长大的师兄梁家人，他两个情同手足，感情非常好。当年镇灵司派他们和王莽3个人一起出任务，来到野外，却遇到妖怪袭击。我们立刻摆出战斗姿态。王莽为了能逃出妖怪包围，直接背刺梁家人，趁妖怪一涌而上时，趁机跑路。幸好遇到镇灵司主出手镇压。可梁家人却失血过多而死。既然你想报仇，为什么他每次作妖的时候，你还要劝他？上仙明鉴，小人不愿为了私仇而耽误公事。若先杀了他，上面交代的差事我一人不好办，因此我原打算办完差事，回城路上再找机会动手的。此时受伤的王莽艰难的出口：“你。”上仙，请求允许我手刃王莽，为师兄报仇。你不怕事情传到你们镇灵司，要担上干系？为了复仇，我情愿冒险。王莽，你欺男霸女，手上不知道有多少无辜的人命，今天也算死有余辜了。拔出佩剑，直接一剑划过，却见王莽头身分离，再也没有了动静。方瑜泪湿双眼：“师兄，我终于为你报仇了。感谢玄阳宫，让我手刃仇人。”不必谢我。不过，有神官死亡，镇灵司不会不追查的吧？此地山高路远，又有各种厉鬼大妖作祟。作为镇灵司神官，死在与邪祟的战斗中，再正常不过了。见我不言语，方瑜再次说道：“上仙放心，这王莽是我一人所杀，与上仙没有关系。我自会处理好此间之事。本座不欠人情，你想要什么？”